关于 Siri 的内容，早前我也做过。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iOS 目前已更新到了 16.3，Siri 其实可以帮你做的事情啊，也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在最新的 iPhone 系统中 ，Siri 还可以帮你做哪些事情。嗨，大家好，我是小鹏。大家都知道 Siri 可以用来打电话，你只需要告诉他打给谁就好了。但有些时候你要结束通话，只能等待对方挂断。现在 Siri 可以在 iPhone 11及以后的机型中完成主动挂断的功能。我们只需要一点点的设置就好。打开设置，转到 Siri， 在最上面的 Hey Siri 唤醒是需要打开的。再到下面的通话挂断，打开开关。Apple 也强调，所有数据都是在 iPhone 本地处理，文本和音频不会发送给 Apple。在日常使用 iPhone 的时候，也会碰到手机 App 响应的问题，往往通过重启手机可以解决问题。但说实话，每次要操作 iPhone 关机重启那一套组合的手势就很让人不爽，而现在你完全可以让 Siri 帮你完成这一套动作，只需要告诉他重新启动，iPhone 就会再次和你确认，这时你也完全不必用手去点，只需告诉 iPhone 好的或者是是的，确定就可以了。刚刚过完年，大家现在都已经复工了，想必回家过年亲朋好友团聚的时候，一定都少不了拍拍照，留下美好的记忆。一定有人和我一样想通过 Siri 来帮你按快门，比如需要把手机架到远离你的位置的时候来完成集体照。但如果你跟 Siri 说拍照，它只会打开相机，并不会给你拍摄，仍然需要你自己去按下快门。现在就有办法来解决它，在快捷指令中搜索 Cheese， 添加，再点击右上角那3个点，可以对它进行具体的配置。这里默认是使用后置摄像头进行拍摄，那如果你是用来自拍的话呢，就把它改成前置镜头，最后把名称改为中文，这样 Siri 会更好的响应你。点击完成，唤醒 Siri 后，只需拍照就能进行拍摄。首次运行时会提示你需要的权限保存到你的相册，只要点击总是确认就好了。当然，如果你恰好也使用 Apple Watch， 打开手表的相机遥控器就可以了。摆好 pose， 1 2 3。Siri 还可以理解识别你手机联系人和你的关系，比如凯文是我的哥哥，我可以对 Siri 说凯文是我的哥哥， Siri 会让你确认是否要记住你和他的关系。之后再给凯文发消息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说给我的哥哥发信息， Siri 就知道你说的是谁了。这个功能不仅适用于家庭关系，在工作中也可以使用，比如你的 boss 老板，你甚至可以用它来查询一些信息。比如你设置了凯文的出生日期，你就可以这样问他，我哥哥什么时候过生日。在 iOS 16中，还可以向 Siri 单独就当前的 App 应用询问它可以做什么，这样可以方便的让你了解 Siri 可以做到的事情。比如在时钟应用中，我可以做什么？或者是在信息 App 内，我可以做什么呢？在日常使用 Siri 的时候，你一定碰到这样的情况，你说到一半，需要停下来想一想，下面到底该说什么内容。Siri 会等你一会儿，但如果你想对 Siri 说话的时候不用那么着急，慢慢的说，可以到辅助功能里面下拉，找到 Siri， 在 Siri 暂停时间这里更改为较长，或者是最长的等待时间。在下面的 Siri 回复中也可以更改你喜欢的设置，是更喜欢口头语音回复，还是静默的无声响应？如果你喜欢使用 Siri 发信息，并且可以认为它已经可以完全的理解和准确的传达你的消息的时候，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设置中找到 Siri， 打开自动发送信息，无需和你确认， Siri 就可以自动发送。例如这样，给燕子发消息，告诉他我不回来， Siri 这时会稍作停顿，等一会儿，看你是否会再次修改或者取消，否则几秒后 Siri 就自动发送了。2期关于 Siri 的技巧使用，希望你能对它有新的一个认识。当然，如果你也知道一些 Siri 的使用技巧和方法，不妨在视频的评论区留言分享给大家。这样的视频内容你喜欢的话呢，也请一定3连支持。YouTube 的小伙伴也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我是小宝，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